今天我们来聊聊台湾长辈们最新兴起的养老方式。在传统观念中，养儿防老是天经地义，可如今高龄化和少子化加剧，65岁以上人口已超过总人口1/5，台湾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，许多年轻家庭自身都压力山大，更别说在扛父母的养老重担。另一方面，据调查，不到 2% 的长者愿意去住安养院，大部分人希望留在熟悉的环境中安享晚年。然而，请一位全天候外籍看护，每月少说要2-3万元，生活起居还要让陌生人在侧，长辈可能也不习惯。那么晚年不靠孩子，不请保姆，也不去机构，难道就只能孤苦无依吗？其实不然。近年来，台湾正悄悄兴起3种全新的养老模式，花钱更少，自由度更高，让长辈们既能舒心过日子，又减轻子女负担。今天就带大家深入探讨这3种创新养老方式，每一种都各有亮点与挑战，看完或许会颠覆你对养老的想象。首先登场的是自宅养老，顾名思义，就是选择留在自己家中终老。但与过去不同的是，长辈们善用了社区与长照服务的资源，既不麻烦子女，也不用雇请外人全天贴身照顾。在许多人印象里，独居高龄者总让人担心，万一跌倒了怎么办？生病了谁来照料？但现在社区型长照服务网络越发完善，只要肯主动寻求，长辈在家一样可以过得安全又有尊严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新北市有位高龄94岁的李奶奶，先生过世后选择自己在老家生活，她的子女并未将她送往机构，也没请外籍看护，而是串联起家人和邻里的力量，3个儿子商量好轮流回老家陪妈妈夜宿，一人值1周，小女儿甚至辞去工作，每天白天回来帮妈妈煮饭、洗澡、晒太阳、聊天，不请看护，不麻烦外人。为了补贴女儿没上班的收入，李奶奶把原本准备付给看护的钱转而给女儿当薪水，母女俩都很开心，妈妈得到至亲的贴心照顾，女儿也有稳定收入，并多了陪伴母亲的时间。更妙的是，李奶奶把家门前小院子布置成银发会客厅，摆上几张板凳，邻里乡亲的长辈们3不5时就来这里聚会、聊天、下棋，大家笑称这里是村里最热闹的长辈俱乐部。原本独居亦孤单的晚年生活，硬是被他过出了社交俱乐部的滋味。李奶奶身体硬朗，耳聪目明，她常说自己并不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老人，生活尽量自理，只是在需要的地方接受帮助而已。靠着良好的生活习惯、子女情感支持和有效分工，他证明了养老不一定非住机构不可，家一样可以成为最好的养老基地。当然，不是每个人都有李奶奶这样愿意付出的子女和邻居人员，但即便没有家人随时在侧，一样可以运用长照服务实现自宅安老。政府推出的长照 2.0 计划提供许多在宅服务资源，例如日间照顾中心、居家复健、居家看护服务、到宅送餐、清洁打扫等长照服务，包罗万象。现在各县市的长照据点密布，例如有的里邻设有巷弄长照站，就像据点小基地，安排社工定期关怀独居长者。有些区域推动互助照顾网，邻里志工串门探视，长辈只要提出申请评估，就能以相对低廉的自付取得这些服务。例如餐食外送、居家清洁每周来个几次，每月加总下来可能2万元上下，比起雇一个全职看护动辄3万以上要划算，而且是客制化弹性选择需要的服务项目，花钱少更灵活。试想，一位独居长辈即使行动略有不便，但只要有人定期送餐、打扫环境，有人协助洗澡复诊，平时还能去日照中心和同龄朋友下棋做体操，他依然可以过得有滋有味，不必离开熟悉的家。更进一步，科技进步也替自宅养老提供了加成保障。现在有所谓智慧居家照护，例如装设感应器与紧急通报系统，长辈如果半夜起床忘了关瓦斯，或不小心跌倒，系统会自动发出警示给家人或照护中心。还有穿戴装置可以及时监测血压心跳，异常时通知医护介入。这些科技让独居长辈一人住也不怕，子女在远方也能透过手机 App 随时了解父母状况，避免紧张。
有了专业团队加智能设备双保险，长辈即使在自家客厅，也仿佛背后有个看不见的护理站随侍。在这种模式下，子女需要付出的劳力少了，长辈也保有了最大自由度，不用看别人脸色吃住，想晒太阳就出门，想听老歌就开音响，享受熟悉的邻里环境和回忆。只要身体状况尚可，家中没有危险的陈设，自宅养老可说是最舒适惬意又体面的选择。不过自宅养老也有隐藏的挑战，最大考验在于健康状况。若长辈身体机能还不错，这种模式固然逍遥，可一旦不幸罹患失智、中风等重度失能，恐怕光靠社区服务就撑不住，仍可能需要家人全职看顾或转介专业机构。因此，采取此模式的长者，平日更要注重健康管理，多运动，均衡饮食，延缓失能的来临。此外，心理上的调适也重要，独居在家难免有寂寞时刻，像李奶奶那样主动走出家门，经营人际，就能让生活多彩多姿。如果长辈本身个性开朗乐观，又愿意接受新观念、新科技，那自宅养老将会是一条省钱又安稳的康庄大道。第二种新兴养老方式是结伴共居，也就是长辈们不再坚持一个人过，而是和志同道合的同龄好友甚至新伴侣一起生活，彼此照应，一起变老。许多长者年轻时为家庭为孩子奉献，步入晚年反而恢复单身一人，可能配偶离世，子女成家搬走，家中顿时空荡荡，独老成了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。然而人毕竟是群居动物，谁都希望老了有个说话的人，有双帮扶的手臂。因此一些有想法的银发族开始主动寻找老年生活的伙伴，有人揪三五老友合租一处大房子同住，也有人透过交友活动遇见晚年知己，干脆再婚或同居成为黄昏伴侣，不靠子女，而是靠朋友与爱情来防老。听起来很浪漫吧？先来看好友结伴共居的案例。在桃园就有一群阿姨们曾经引发媒体关注，她们是年轻时的老同学，感情好到退休后依然每周聚会、唱歌、旅游。随着年岁渐长，大家开玩笑说干脆搬来一起住，互相有个照应。这玩笑最后成真了，5个好姐妹合资在乡间盖了一栋平房，每人一间卧室，客厅厨房共用，院子里种满爱种的花草瓜菜，就这样组成一个没有血缘的养老小团体。他们每天一起买菜下厨，做健康操，追剧聊天，谁身体不舒服大家轮流照料。逢年过节，子女孙辈们也会一起来陪长辈们聚餐，好不热闹。更妙的是，这几个阿姨还制定了同居公约，例如家务如何轮值，开销如何分摊，每人仍需保有各自独处空间等等，把规则讲清楚，避免日后为小事伤和气。经过磨合，这个没有围墙的大家庭运作得相当融洽，成员都说每天过得充实又快乐，再也不像独居时那么怕天黑，因为隔壁房就睡着我最好的朋友。除了同龄好友，近年来也兴起亲邻共居的新模式，让长辈和年轻人住在一起，创造互利共生的火花。比如台北市阳明老人公寓曾推出一个计划，开放大学生入住老人公寓，学生只需支付极低廉的房租，每月只要几千元，交换条件是每周要花一定时数陪伴公寓里的长辈，陪他们聊天，教他们用手机，帮忙跑腿等。这种安排对双方都有好处，年轻人解决住房问题，长辈则多了晚辈作伴和协助，可谓皆大欢喜。文化大学推动这类跨世代共居已经有好几年经验，不少参与的学生和长者最后真的成了忘年之交，祖孙般亲厚。还有民间单位在台中创立了好好园馆，引进所谓新家人关系服务，由年轻管家和长辈们同住一个社区，年轻人负责日常协助，长辈们也把管家当半个家人看待，一起过节聚餐，弥补了独居长辈没有子女在侧的遗憾。这些创新的亲邻共居模式，让我们看到不同世代互补的可能。长辈提供人生智慧和关怀，年轻人提供活力和协助，两代人在同屋檐下居然也能相处融洽，彼此成长。不过好友或跨代共居听起来美好，现实操作上也有不少挑战。空间规划顾问林黛玲就提醒过，
共居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，需要考虑隐私、财务、公平分工等多方面问题。他观察到目前成功的共居案例，大多至少由2人一组的小家庭单位组成，例如2对夫妻加几位单身好友同住，或者姊妹兄弟带着各自配偶一起组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家庭单位的人彼此本来就有私密空间，也更容易在群体决策时彼此商量，有个依靠。纯粹由多个独生长者组成的大团体，往往更需要磨合每个人生活习惯不同，谁负责倒垃圾，谁来当出面管事的，家长万一意见不合怎么办，这些都要事先约定好，毕竟大家没有血缘，缺少一层包容义务，全凭友谊维系。所以共居前最好拟定一份同居公约，包含经费怎么 AA 制，家务劳动如何轮替，遇到冲突怎么解决等等。此外，每位成员也一定需要保有独立的私人空间，哪怕只是自己的一个房间，可以关上门独处，这点非常重要。许多共居理想失败，就是因为过度理想化，忽略了人性的弱点。就算好朋友朝夕相对，也难免有看不顺眼的时候，所以彼此尊重边界很关键。而相较于多人同住，越来越多长辈认为1对1，找个老伴反而更实际。俗话说，少年夫妻老来伴，如果老年丧偶或单身，其实不妨务实考虑，重新寻找生活伴侣。比起适应好几个朋友的脾气，适应一个异性或志同道合的挚友要容易许多。很多人年轻时也许碍于家庭责任不便再婚，但到晚年子女成家，自己也退休了，如果碰到投缘的伙伴，不论是否正式结婚，都可以互相关照作伴。这样的黄昏恋在台湾也不罕见了，许多熟年交友活动、社区舞会、银发联谊都有助长辈扩大交友圈。找个老伴的好处是感情更亲密稳定，彼此有依有靠，经济上2人分摊生活，开销也减轻负担。如果双方都有房产，更可以各自卖掉或出租其一，共住另一处，把多出来的资金用于旅游享乐或医疗照护，提升生活品质。例如有对都70多岁的退休老师，在丧偶多年后相识相恋，2人决定携手共度晚年。他们把各自原本住的老公寓都出租了，每月收租当收入，然后一起搬进台北市区一间酒店式服务公寓租屋。这处公寓采饭店管理，有24小时柜台，每日客房清洁，公共交易厅和餐厅。2位长者住起来既私密又方便，仿佛天天在度假村养生。他们白天手牵手散步、逛公园，参加长青学院课程学英语，晚上回到属于2人的小天地，互相有个照应。靠着出租2间老房子收的租金，他们足以支付服务公寓的月租和日常花费，不需要孩子1毛钱，生活过得充实又有尊严。这正是新老伴加新生活空间的成功范例。总的来说，结伴养老，无论是好友成群还是老来伴侣，都围绕一个核心：人在晚年最怕的不是没钱，而是孤单。透过共居或再婚，长者们找到了精神寄托和生活支柱，不再把所有期待压在子女身上。当然，这条路最重要的是找到对的人，不管是朋友还是伴侣，价值观契合，彼此真心为对方着想，愿意共同面对老年挑战，才能走得长久。因此，有意愿揪团养老的银发族，平日就该多参与社交活动，主动寻觅同好。对象一旦觉得适合，别害羞，大方提出共度余生的计划，或许对方也正有此意。只要找到知心人，老了也能一起把日子过成诗，互相调侃，我们比年轻人还潮呢。这种温馨而有趣的养老方式，岂不比冷清清的养老院更加动人？第3种全新模式，从钱出发，那就是近期爆红的以房养老。简单说，很多长辈年轻打拼，一辈子攒下房产，但手头现金不多，晚年常为生活费和看护医疗费发愁。而以房养老提供了一个巧妙解方，把房子变成提款机，每个月从银行领钱来养老。它的正式名称叫不动产逆向抵押贷款，意思是把名下房屋抵押给银行，银行根据房屋价值核定一笔贷款额度，不依次拿给你，而是按月发放，让您每月领一笔固定金额来当生活费，而且房子仍然属于您
您可以继续住在里头，不用搬走。只有当您100年之后，或者决定卖房、搬离，贷款才终止清算。到那时候，房子卖掉或归银行，由银行从中扣回贷款本息，多出来的钱才交给您的继承人。如果房价涨了，继承人还可能有得拿；若房价不幸跌了，银行依规定也不会跟继承人多要钱，可说相当人性化。听起来有点复杂，其实可以把它想象成银行替你养房子，房子替你养老。以前我们总说养儿防老，如今不少长辈改口，养儿不如养房。目前台湾60岁以上人口中，有超过80%是自有住房者，很多人甚至不止一栋房，但光有房不会自动变现金花，用不上还得付房屋修缮、税金等。于是乎，与其一边为钱发愁，一边死守房产，不如拿房子去跟银行换钱用。这个概念刚推出时，不少人观望，怕万一领没几年人走了，房子也没了，或者银行条件苛刻，子女吃亏等等。但经过几年宣导与示范，以房养老在台湾渐渐热起来。根据金融监管单位统计，以房养老方案自2015年开办至今，申请件数节节攀升。去年1年新增申请就有1300多件，累计全台超过1万户银发族已经把房子抵押换取养老金。去年全年核贷金额达新台币96亿元，创下10年新高纪录。可见长辈们观念在改变，不再执着把房子留给孩子，而更重视自己晚年的生活品质。养儿防老观念松动，银行也乐于推出优惠专案。目前已有10多家金融机构提供这类贷款服务，竞争下利率多在 2% 左右，相当低。贷款方案也更加弹性，例如有的银行允许提前清偿不罚息，方便日后子女如果想赎回房产。多数银行还承诺不足额清偿保障，也就是如果日后房价跌到不够偿还贷款，他而银行自认倒霉，不跟家人追讨，保障借款人后代不背债务，可以说考虑得相当周全了。那以房养老到底能领多少钱呢？这取决于房屋价值、屋主年龄和贷款期间。举例来说，一位60岁长者手上有一间价值2000万的房子，如果他选择贷款，3年银行通常愿意贷给约50%价值，也就是1000万左右。这1000万不会一次给你，而是分360个月发放，每月大约可以拿到3万多元进账。前期稍多，后期因利息累积会渐渐扣掉一些，但幅度不大。换言之，您每月一领到养老金，马上可以拿去支付生活费、看护费、保险、医疗等等开支，就像多领了一份小型退休金，而自己依然住在原来熟悉的家里，不必搬去陌生环境受约束。孩子们也不用每月掏腰包贴补父母，因为父母经济上实现了自主。等到4年后贷款期满，假设那时您健在且还想继续住家里，其实也没关系。多数银行是允许您继续住到终老才来清算房产，只是4年期间累积的本息最后会由出售房屋所得来偿还，房子大概率归银行或没有剩余留给子女了。所以以房养老本质上是拿子女的遗产来养自己，观念上需要家庭达成共识。但许多长辈想通了，与其房子留着将来让小孩继承，不如现在抵押换钱改善生活。房子养我老，我也养房到老，自己过得好，其实也减轻孩子未来的负担，不是吗？除了典型的逆向抵押，每个人的资产状况不同，其实还有几种变通做法，统称都是以房养老的思路。比如留房养老，如果长辈手上有不止一栋房，不愿抵押贷款，也可以选择把房产委托给银行或专业代管业者去出租，租金收入定期拨给长辈当生活费，自己则搬去租金较低的小房子或亲友家居住。这样既保留了房子的产权完整，又把闲置的房子盘活成现金流。还有卖房养老，听起来极端，但其实很适合屋多族。如果长辈拥有大坪数住宅，但子女不需要与其同住，那将大房子卖掉换小房就是明智选择。一来小房子比较好维护，省水电，适合老年人起居；二来卖房所得一部分买小宅自住，余款就可放银行吃利息或做年金保险，每月领钱，甚至可以再买一间小套房出租，每月当2，
房东收租金，贴补生活。曾有财经专家一句话点醒梦中人，不动产不要真的不动，要活用。与其坐拥空房揭不开锅，不如灵活规划房产，换取安养所需的资金。这对于那些子女本身也经济压力大的家庭尤其重要。父母卖房养老，还可能反过来贴补子女一些现金，减轻他们的负担，让晚辈也更加赞同。当然，选择以房养老之前，一定要全家充分沟通。有的老人家舍不得卖房，觉得那是祖产，有的子女心里也会在意将来没房子可继承。因此，长辈若有意愿，以房养老应该作为整体退休规划的一环，提早讨论。趁着自己思路清晰，身体还硬朗，把想法和孩子说明白，取得他们支持。很多时候，子女未必反对父母活用房产，他们只是担心父母上当受骗，或者决定草率。所以建议邀请专业理财顾问或银行人员一同说明方案细节，让家人了解保障机制。一旦大家达成共识并选择适合的方案，后续就能避免因财产问题产生家庭纠纷。毕竟养老最重要的除了钱，还有亲情的陪伴和心理的安宁。如果透过以房养老，父母经济独立了，孩子也减压了，亲子关系往往能更融洽，父母不会有被遗弃感，子女也少了沉重的愧疚感，各自生活都更愉快轻松，这何尝不是一种三赢的结局呢？纵观上述3种全新养老方式，无论是自宅善用、长照、结伴互助共居，还是发挥房产威力变现，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：当代银发族正主动掌握自己的老年生活，他们不再消极地把未来寄托在儿女身上，也不再认为养老院是唯一归宿，而是勇于尝试新选项，用创新的思路解决晚年照护和生活品质问题。这背后反映的是世代观念的变迁。从前父母养育儿女，晚年依赖儿女，奉养天经地义。但在少子女化的今天，年轻人压力爆棚，许多长辈开始体谅子女，甚至不想给孩子添负担，转而寻求不麻烦别人、老有所依的途径。同时，长辈们自身的教育程度和对新事物接受度也比以往高了。他们懂得运用金融工具、政府资源，甚至重新追寻友情和爱情，让自己活得精彩而有尊严。当然，每一种养老模式都有适合的人群和局限条件，并非放诸四海皆准。自宅养老需要长者有一定自理能力，且居家环境安全便利。共居养老考验人际相处和缘分，需要遇到合拍的伙伴。以房养老则适用于有房产在手且子女支持的情况。最理想的状态其实是提前做好规划，灵活运用多种方式组合，随着年龄和健康情况调整策略。比如刚退休时身强体健，可以多参与社区，建立人际网，委将来共居打基础。60-70岁后开始评估财务状况，该贷款的贷款，该换屋的换屋，储备好银弹。到了晚年失能风险提高时，再强化专业照护的介入。只要观念转变，加上未雨绸缪，每个人都可以设计出专属自己的养老方案。最后想说的是，养老方式的创新其实不只关乎个人，还是一种社会思维的转型。当越来越多长辈选择不依赖子女，自力更生，我们传统家庭结构也在改变。然而，这并不表示亲情的淡化，反而是一种更健康成熟的家庭关系。父母经济独立，生活开心，子女也无后顾之忧，各自打盼。团聚时，大家是基于爱和情感陪伴，而非沉重的义务。这样的亲子关系或许更舒适长久。不麻烦子女，并不等于子女就不管父母，而是双方以更新颖的方式连结着。孩子们在父母选择这些新养老方式时，也应该给予尊重和支持，甚至主动协助规划，因为这正是父母对我们的体谅与爱的另一种体现。总而言之，台湾的养老图景正变得愈加多元丰富。我们看到长者在夕阳余晖中仍然勇于尝试，活出自我。有人在自家庭院与邻居谈笑风生，有人在高级公寓与知己执手看夕阳，也有人每月从银行领钱，悠然转身去报名画画班。这些场景都在告诉我们，人生的最后几章可以由我们自己来书写结局。只要提前做好功课，勇敢跳出传统框架，老年生活一样可以过得精彩纷呈，温馨自在。
对于即将迈入高龄或正在为父母筹谋的朋友们而言，这3种全新养老方式提供了值得参考的蓝图。或许未来还会有更多创意的模式出现，但不变的是对幸福晚年的追求。让我们祝福每一位长辈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老之路，不请看护，不住安养院，也一样活得像个国王与女王，安享属于自己的黄金岁月。